大家好。那很不好意思，就是上一次我们非凡教育中心直播的时候，然后发生了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样在邀请点点越南的于伦，还有鞋厂外派生活日志的 Michael， 然后来跟大家再聊一聊关于越南的疫情。好，那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非凡越南语的小编，然后呢，目前在越南也大概7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大家应该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很多台湾媒体报道越南这边的情况，可能就是在说从原本的资优生，然后现在变成就是不能控制，就是一切都很混乱的情况。对，但其实我们住在越南，我们是最能够去感受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也是因为这样，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好，那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鞋厂外派越南生活日志的 Michael，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您是在工厂工作嘛，那请问受到疫情的影响，目前的工作进度啊、工作的情况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Hello， 大家好，各位非凡粉丝，你们好，我是鞋厂外派生活日志的主编 Michael。那我本人的话，目前在越南胡志明这边，那目前在越南的时间也已经有6年左右。那在这边的话，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关于这次的南越的疫情，它从5月爆发到现在，已经历时了三个多月左右了。那越南政府，也就是胡志明政府，对这个疫情有一个非常大刀阔斧的动作。如果说就是什么动作的话，就是一开始它会进行了社会隔离，从了我们的16号指令、15号指令、16号指令到现在的一个原就地政策，就是你在哪里就必须要在哪里。那对工厂的影响莫过于最大的就是停工这件事情。那在这之前的话，它是有提及到，工厂如果要继续工作的话，它有提到2个政策，一个就是2点一线跟3就地的政策。但是大部分的工厂呢，因为成本考量、政策的考量，还有就是说一些人民的安全问题，还是选择了停工。那直到现在，依然有非常多的工厂还是停工的状态。Michael， 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2点一线还那个3就地，可以解释一下吗？所谓的2点一线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它就是你在工厂生产，在工厂饮食，然后另外一个地点，工厂啊，就是家里，就是可以回家，但是你回家之后，跟到你的工厂，就等于这2个点，去移动，不能去第3个点。完完全全的就是不能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听说最新的政策在平阳那边的话，是指说他会安排一个绿色的集中旅馆，就是他会选择一个卡山山，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旅馆区域，让你就是说员工下班了直接在那边区域做也不是说隔离，就是在那边居住的一个动作，等于说集中管理。因为他也害怕说你2点一线到时候破功，其实他没有回家，他去超市买了东西或到处乱跑都抓不到。是，明白。那通常3就地的部分的话，就是你的饮食、你的休息，就是就寝，跟你的那个工作都是在工厂里面。了解，都是在工厂。我原本以为2点一线就是宿舍到工厂，然后再回宿舍，我以为这个是2点一线，所以2点一线的那个家，就是你住的地方，有可能是在工厂外面。对，因为这是专门对那个越籍员工来说。了解。对，那外国籍的话就是3就地。对，外国籍的一定就是要3就地。那也有就是说宿舍它是在跟厂区分隔的，那也是可以进行2点一线。那我刚刚漏说一下，就是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有核酸检测证明，进场前要有核酸检测证明。那进场开始进行这2点一线跟3就地，你每7天还要再测一次。那这对很多工厂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考量。对，因为你测一次就是30万越盾，就飞了1个人。了解。这个工厂，譬如说工厂老板是不会出这一笔钱的，是员工要自己付的。不是，是工厂必须要出这笔钱的。是工厂要付这一笔钱。是的。
所以很多工厂就是因为考量到成本的关系，因为可能就是劳工会比较多嘛，所以变成说，这个大量的成本的开销，变成说大部分的工厂也会就是选择停工。对，因为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是说，必须要员工自主同意来上班啊。也就是说，你100个人里面，可能大概只有20到30个人pass，想说啊，现在疫情期间我还是要赚钱这样子来。但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因为安全考量，他还是觉得待在家里。这是个大前提。那如果以工厂来说的话，你20到30个人来上班，那基本上它的产能是很难达到那个标准的。那你产能既然没有达标，然后你又必须要就是说去付出这么大的成本，比如说你的住宿成本，因为你必须安排深究地的一个居住环境，还有就寝环境，还有就是卫浴设备、食堂等等。那这些成本考量下，许多工厂还是觉得暂时性的停工来观望会比较好。了解，好，谢谢。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另外一位的嘉宾，他是在粤华国际学校工作的幼教老师。那幼教老师就是可以线上进行课程，对。但是对于在可能工厂啊或者是一般公司工作的员工来说，可能就会变得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对，好，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最近河内又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因为我们之前在河内的人也是进行社会隔离，就是大家都尽量不要出门。以严格程度来说是没有在像南方那么严重，就是不能够完全不能出家门，还是可以到附近的超市买东西，前提是你要有那个采买券，就是你要有那个券你才可以去买。但是最近好像这2天河内政府好像有一个新的政策，可以请于伦来跟大家聊一下吗？大家好，我是点点越南的于伦，我现在在河内，然后我在河内生活大概9年了。那我就是一个常常需要出去采买的人，对，所以呢，我自己是有拿到里长的买菜券，那就是他会规定说你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可以去。那我也确实也是出去都会碰到警察临检，或者是有时候他们都在旁边休息，那就很幸运。我那一张买菜券呢，我都不写日期，被抓的时候我才说要写日期啊，赶快写上去，对，不然如果不用写日期的话，我又混过我那张买菜券又可以留到下次使用。那下个星期的就是明天的那个新的政策呢，我就目前是说就是会被分成绿区跟红区。那红区呢，它会更严格的管理。那绿区呢，它就是好像比较可以自由的活动，比起就是目前的状况。那可是呢，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其实呢，大部分人住的地方都是在红区，也就是像是什么对台湾人常住的，像是什么中华人镇啊，或者是像是我住在那个黄梅郡啊，或者是像环建湖附近，就是环建湖就是那个越南那个观光区，河内观光区。其实大部分的那个中心都是红区。然后绿区呢，都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过了一条桥之后有一个龙边过了龙边桥，就过了红河那边的地方，那边就是真的是比较多住宅，那也是比较新开发区，那边是绿区，可是其实那边住的人也比较少，那我们大部分在红区，所以呢，它会多严格呢，就是我也是很期待。所以还没有特别说红区的，就住在红区的居民不能够做什么，就是还没有特别说明。他就也是说，就是你在哪你就待在哪。对，可是呢，买菜券应该还是可以用，只是说我们即使拿得到买菜券，就是也是数量很有限，可能就是几张，就是像我自己，就是上个礼拜就拿到4张，就代表我可能可以出去4次。那我下个礼拜的呢，我是还没拿到。那这个发放呢，就也很不一定。对，是，所以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那个，就是可以去工作的一个工作证明。可是呢，在
严重的疫区呢，它其实也不太让人进去，所以是有时候它不一定管用哦。然后对，大概是这样。对，不确定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是新的政策。了解，好，感谢于伦。那因为我本身现在也是住在河内的，但是跟于伦在完全不同的区。他是住在黄梅区，我的区是在青春。那像是我拿到那个买菜券呢就不一样，我是1个星期只有1张，只有1张而已。对，但是因为我住的那个社区大楼的楼下就有一个 Vmart。所以我可以到楼下去买菜，我不用走出去这个社区大楼里面，所以相对来说，他只给我1张，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给我的那张买菜券是代表我要离开这个社区大楼，可能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是传统菜市场啊，或者是什么比较大的那种量贩店 Big C 才会用到那个买菜券，但是基本上我每天都还是可以到我们家楼下那间 Vmart 去买菜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是看那个区域。不过买菜券它有个限制啦，就是他会说你一定要在你的地区，比方我是黄梅，我只能在黄梅，我不能说那我就去环建湖，就是别的区买菜，因为我曾经因为这件事被拦过，就拦了，他就警察就让我看，我就很有自信拿出我的买菜券，然后他就说你应该在你的区买东西啊，你为什么要出去？我说我要买奶粉，你的区有卖奶粉。好，只好掉头，还好没被罚钱啊，公安还可以，还没罚我钱，因为其实就是这个是会被罚钱的。是的，对。好，那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越南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国家，所以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北方的河内跟南方的胡志明市平阳，其实疫情的状况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包括南方可能是比较紧缩的政策，大家都不能出门，可是在北部这边呢，大家还是可以出门，只是不能够在外面就是过久的逗留。好，那现在我们就是来回复一下，有粉丝在我们上一次的直播下面有留了一些问题，那我们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粉丝想了解一下越南人的卫生观念，包括像是现在的洗手啊、消毒啊、口罩啊是怎么样？能请 Michael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好，那其实在这波疫情里面，应该说去年的时候，越南就已经有公布一个政令，就是说过世5K，就是他取越南字的那个头都有一个 K 字，所以叫5K。那这5K 呢，分别就是定时消毒、佩戴口罩，然后保持安全距离、减少群聚，以及就是要出具医疗证明。那这5件事情他们被列为5K，就是告诉当地的越警，就是一定要落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说，疫情现在这个状况，那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自主观念，必须落实这个5K，才能够确保你在这波疫情里面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我在工厂里面，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都还蛮遵守这个规定的。因为其实，在工厂运作的话，毕竟是群聚的地方嘛，其实每个人都也担心。那回到家里又必须面对自己的家人。所以这5件事情，个人觉得其实大家都还蛮落实的，有些甚至还会加倍落实，就是不止佩戴口罩，还会加个防护面具，戴个手套，是，对。所以个人觉得某方面来说，其实越南人的自主观念也蛮强的。是，尤其是现在这波疫情这么凶猛，大家的防护措施是越来越严格。是的，是。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不用太担心在越南工作的这些台湾亲人跟朋友，其实越南人也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是你确诊了，然后传染给他们。对，好，那谢谢 Michael 的回答。那再来是还有一位粉丝问，就是如果说在关注越南疫情的朋友应该知道，其实除了河内，越南北部地区的其他省份，其实最近以来都是零确诊的。对，就是官方给的报告是没有任何一个确诊的数字。那这位粉丝想问说，这样的报告是可以相信的吗？会不会有什么隐瞒啊，或者是没有告知？那可以请于伦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这是官方的报道，那我们就相信官方吧。对，我们真的不方便说什么。了解。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北部这边河内每天都还是有确诊的数字，可是为什么旁边的一些省份是零确诊？我觉得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如果你要进出其他的省份，有的都是需要你要提出你的核酸证明，要不就是你可能从河内到另外一个省份，你要先到那个省份隔离14天。之前有听说有这样的消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降低就是往返的意愿，反而就会留在那个省份，或者是就留在河内。对，所以在这一波疫情的话，我是觉得这些零确诊还是可以相信的啦，因为如果现在又去刻意隐瞒的话，我觉得越南民众的怒火应该会冲上天。就大家其实已经对现在这波疫情不是很满意了，所以我觉得官方可能会尽量去避免再去欺骗民众。对，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好，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问一下，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越南已经开始很积极的在施打疫苗嘛，包括就是河内这边也已经陆陆续续，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打疫苗了，那更不用说南部，所有的疫苗基本上都是先往南部比较严重的区域送。那想问一下 Michael， 就是在打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挑选疫苗呢？一般来说的话是不能够挑选的，因为就我这边的消息指出，就是胡志明这边的话，其实它疫苗现在非常的有限，因为每个人都要打，他现在就是在拼疫苗的施打率，他都喊出口号，就是今年一定要达到覆盖率70%。可是现在越南的疫苗覆盖率大概只有全部都施打2剂的，大概只有2.8%左右，也就是说2.8%。是的。2剂全施打，那1剂全施打的部分，我记得上次看到10几%左右。对，我最近做的一个新的影片有提到，就是等于说离他要达成的目标还是非常的遥远。对，因为他现在其实有在效仿东南亚之前先爆出来的那个印尼啊的一个做法，所以他有点在模仿的意图，因为印尼也是在爆发之后，在今年的1月积极的疯狂打疫苗。然后，即便到现在，它全国不高啦，13.2%的疫苗施打率，就是已经有打起码1剂的，但是呢，它那个雅加达那边已经覆盖率大概97%以上，所以它可能是想要先把胡志明这边先安定下来，达到疫苗的覆盖率最高，所以它不太可能会让你去挑疫苗了，因为就连印尼那边他们也主打就是中国的科兴疫苗，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看到就是我们这边的，很多都是打到中国的国药疫苗，然后或者是 AZ 疫苗。那当然众所皆知，每个人都很希望达到的就是什么莫德纳嘛、辉瑞嘛，这2个大家都是觉得耳闻，就是久仰大名的品牌。可是呢，在这边的话，因为它现在就是要拼的就是疫苗的覆盖率，它不可能让你去所以就是有就打。那其实越南人民的意识也是觉得现在有就赶紧打了，对，因为没有疫苗，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也不敢出门，哪怕出去，下个楼领个包裹，可能都很紧张。现在就是一个等于说人心惶惶的时代，大家都必须要打疫苗，也不会去挑品牌这样子。了解，对，其实我身边有一些越南朋友，在这一波就4月底爆发之前，他们都觉得我在观望看看，其实没有必要打。但是疫情一爆发，就是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要赶快打，然后也不太会再去多想说一定要打哪一个品牌，就是先打再说。对，了解。好，谢谢 Michael， 谢谢 Michael 分享。好，我们今天的就是大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在不同的那个工作环境的防疫状况啊，还有越南胡志明市平阳的一些越南疫情的情况。那就是非常感谢于伦，还有也非常感谢 Michael。那如果说想要更了解关于越南的一些不管是疫情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资讯，其实都欢迎粉丝就是可以去追踪 Michael 的鞋厂外派生活日志，还有于伦的点点
越南。那如果对于现在还有很多有空的时间想要线上学越南语，也欢迎到非凡越南语来询问课程。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谢谢，谢谢，再见。拜拜。